你现在没有受骗，只是还没碰到适合你的剧本。我们明知诈骗集团猖獗，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乖乖配合诈骗剧本演出？如果一个人在13年内9次掉进诈骗陷阱，你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？你可能会想，他是不是太单纯？是不是太贪心？是不是有病？可是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？在《陪家人拆炸弹》这本书里，最让人震撼的不是诈骗金额，也不是诈骗手法有多离奇，而是那些你怎么都想不通的问题。为什么家人明明提醒了，受害者却还是宁愿相信电脑或手机另一端的陌生人？为什么亲友越想救他，彼此的距离反而越来越远？为什么诈骗集团的一句“我懂你”，比家人的100句“你清醒一点”更有力量？这本书想谈的不只是诈骗，它谈的是人心、孤独、信任，以及当诈骗闯进家庭后，家人如何一起面对那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。这本书的起点，父亲的9次沦陷。本书作者陈安迪不是那种事不关己的评论员，他是受害者家属。他的父亲在13年间反复遭遇诈骗，而且多半是从情感诈骗开始，最后转向投资陷阱。一开始，他和多数家人一样，会提醒，会质问，会生气，也会崩溃。他不懂，为什么证据都摆在眼前了，父亲还是不愿相信？为什么家人的关心在父亲耳中听来是控制？为什么诈骗者的谎言反而被父亲当成真爱？这种痛苦不只是钱的损失，更像是一场长期的精神拉扯。你明明想保护他，却被他当成敌人；你明明看见前方是陷阱，却无法阻止他往下跳。你越着急忙慌的想要说服他，他越觉得是你不理解他。于是作者慢慢明白，受害者需要的不只是防诈知识，他们更需要被理解、被支持，也需要有人在他感到羞愧与情绪崩溃之后，你还愿意对他说，既然发生了，我们一起面对。这也是这本书和一般防诈手册很不一样的地方。它不是只告诉你不要点陌生链接，不要乱投资，不要相信网友。他更想问的是，一个人为什么会相信那些在事后想来肯定是诈骗的话术？一个家庭又为什么会在救援亲人的过程中被慢慢撕裂？骗术正在日新月异，你不是没被骗，只是你还没遇到为你量身定做的剧本。以前我们想到诈骗，可能会想到很粗糙的电话话术，猜猜我是谁，你账户有问题，你儿子出事了。但今天的诈骗早就不是这样而已。投资诈骗、爱情诈骗、不动产诈骗、灵骨塔诈骗、简讯诈骗、电话诈骗、宗教诈骗、爱心诈骗，甚至还有以 AI 为名的新型诈骗。他们不断变形，不断更新，也不断学会怎么靠近不同的人。对想赚钱的人，他给你一个稳赚不赔的投资机会；对孤单的人，他给你一段每天问候的关系；对担心健康与身后事的人，他包装成灵骨塔、宗教仪式或善意提醒；对害怕犯错的人，他假装成政府、警察、银行，让你在恐惧中照着指示行动。所以这本书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，现在没有受骗，不一定代表你比较聪明，有时候只是因为你还没遇到那个刚好适合你的剧本。诈骗真正可怕的地方，不是它看起来多高明，而是它懂得等待，懂得伪装，也懂得在人最脆弱的时候出现。为什么家人越提醒，受害者越抗拒？很多家庭防诈失败，并不是因为资讯不够，而是因为从对话一开始，受害者很容易想象家人站在他的对立面。你可能只是想说这个账户很可疑，但长辈听到的可能是你觉得我很笨。你可能只是想说新闻早就报过这种诈骗了，但对方听到的可能是你觉得我老了，跟不上时代。你可能只是很着急地问你为什么不听我的，但他听到的可能是你不是担心我，你只是怕我拖累你。
这就是诈骗进入家庭后最难处理的地方，因为家人谈的是风险，受害者感受到的却是羞辱。家人想阻止汇款，受害者却觉得自己的感情、自尊和判断力都被否定。这时候，诈骗集团就有机会趁虚而入。他们会说，你的家人不懂你，他们只是怕你拿走财产，只有我是真心支持你，只要再撑一下，我们就可以一起过更好的生活。听起来很荒谬，对不对？可是当一个人长期缺乏陪伴，或者觉得自己在家里不被尊重，这些话就不只是话术，而会变成某种情感依靠。所以受害者不是单纯相信一个谎言，而是诈骗集团的话术让他产生自己被需要、被理解、被珍惜的幻觉。因诈骗而受损的不只是金钱，我们常常只用金钱损失来衡量诈骗。被骗10万、50万、100万，甚至更多，这些数字当然沉重，也可能摧毁一个家庭的经济基础。但这本书更想让我们看见的是，钱只是看得见的伤口，真正难愈合的是看不见的裂痕。受害者会羞愧，他可能不敢说，怕被笑，怕被骂，怕被家人责怪。家属会愤怒，他们可能不懂，为什么同样的错会一再发生。关系会崩坏，每一次提醒都立即变成争吵，每一次原谅都在消耗未来的信任，每一次的我再试试看，都让家人更疲惫。到最后，家庭关系遭受重创，受害者觉得自己孤立无援，家属觉得自己不论怎么努力都是做白工。明明是一家人，却跟着诈骗剧本演成对立的仇人。所以当诈骗进入家庭，真正需要修补的不只是账户余额，还有关系、信任、尊严以及如何表达的能力。如果发现家人正在被骗，该怎么做？如果我们真的发现家人可能正在被骗，该怎么办？第一，不要用责备甚或羞辱的方式来表达你的关心，像是你怎么这么笨，这种也会信，早就跟你说过了。这些话虽然可能出自着急，但往往只会让对方更封闭，更不愿意面对现实。因为人在被骗了之后，承认自己受骗，等于同时承认自己的判断错了，感情错付了，希望落空了。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非常痛苦的事。第二，要先保存证据，包括对话截图、汇款记录、账号资料、网站连结、电话号码、群组资讯。不要急着删除，也不要单独和对方谈判，因为这些资料可能是后续报案与停损的重要依据。第三，把查证变成家人分工处理的流程，而不是对家人的审判。不要让防诈变成我在纠正你，可以改成我们一起来找答案。这个先丢到家庭群组，大家帮忙看。不确定没关系，我们先暂缓汇款。这种做法的重点是降低羞辱感，让对方知道查证不是因为他很笨，而是因为现在的诈骗太专业，任何人都需要第二双眼睛来加强保护。第四，建立家庭防诈文化。防诈不是等出事后才救火，而是平常就要让家人间习惯讨论可疑讯息、陌生投资、网络交友、奇怪连结与最新诈骗案例。当防诈变成家庭共同语言，家人才比较可能在真正遇到问题时愿意开口求助。防诈不是一次性救援，而是长期守护。很多人以为防诈就是在最后一刻阻止汇款，但真正困难的往往不是那一刻，真正困难的是在事情发生以前就建立一种可以对彼此说真话的关系。如果家人平常一开口就被骂，他遇到可疑事情时就不会告诉你。如果长辈每次分享都被否定，他下次就会选择隐瞒。如果受害者觉得承认受骗等于失去尊严，他就会宁愿继续相信骗子，也不愿面对家人。所以防诈其实是一种长期陪伴，不是只在危机时大喊不要回款，
而是在平常就让对方知道，就算你犯错，我也不会把你丢下不管；就算你受骗，我们也可以一起面对；就算你现在还不相信我，我也不会只用责备来对待你。这不是纵容，而是为了不被诈骗集团夺走家庭亲情。因为当一个人觉得家人是可以依靠的，他才比较不会把自己的孤单交给手机另一端的陌生人。这本书真正想拆的不只是炸弹，陪家人拆炸弹。这本书最重要的提醒是，诈骗不是智商测验，而是一场针对人心的攻击。它攻击人的贪念，也攻击人的恐惧。它利用人的孤单，也利用人想被爱、被肯定、被需要的渴望。它甚至会利用家庭里原本就存在的裂缝，让受害者越来越远离真正关心他的人。所以，千万不要讪笑诈骗受害者，或说出这样也会被骗的风凉话。更不该把所有责任都推给那个已经受伤的人。真正的防诈是全家一起学会理解诈骗如何运作，也学会重新建立信任。这本书的利益不只是揭露骗局，而是提醒我们，在诈骗越来越懂人心的时代，家人之间更需要好好沟通。我们要拆解的不只是诈骗集团设下的剧本圈套，更需要融化那些让受害者不敢求救，让家人彼此疏远的羞愧、责备与沉默。因为防诈的终点不只是守住金钱，而是在风暴来临时还能守住彼此。